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小演員曬與趙麗穎逍遙劇組合影，趙麗穎笑容很真誠，沒有一丁點頂流架子。刷到逍遙劇組那位小演員曬出的合影，不少網友第一反應都是同一句話：這才是頂流該有的樣子。照片不新，卻被反覆轉發，二次傳播，原因無他，站在鏡頭中央的是那個把親和力刻進骨子裡的趙麗穎。合影的配文裡寫着：人生最幸運的時刻，沒有言語能形容。短短一句話，幾乎把一個小演員的激動、珍惜與感恩全寫滿。很多人都懂，在拍戲現場能遇到真正願意配合、願意停下來合影、願意認真對待每一個工作人員和演員的頂流，本身就是一種運氣。一張非營業的合影，反而最動人。照片裡的趙麗穎完全沒有紅毯模式，深藍色長袖 T 恤寬鬆隨意，灰色運動帽壓得低低的，蓬鬆的捲髮從帽檐邊自然垂下，沒有精緻妝容，也沒有刻意表情，更不像精心設計過的宣傳照。她右手比着一個略帶俏皮的耶，手指微微彎起，笑容明亮又放鬆，眼角的細紋真實又生動。站在她身旁的小演員穿着劇組統一的服裝，臉上是完全藏不住的追星成功式笑容，那種既緊張又幸福，既激動又不敢相信的神情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正因如此，這張合影才格外珍貴。它沒有修圖濾鏡的距離感，沒有頂流與普通演員的階層分隔，只有同一個劇組裡的人，在同一個時間留下的一次真實紀念。劇裡是歲夢仙君，劇外卻是零距離趙姐。很多觀眾是在逍遙中重新被趙麗穎驚豔到的。在這部劇裡，她飾演的歲夢仙君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正派人物，前期是捨棄長生的痴情仙者，後期卻因執念墜入深淵，成為吞噬生機的墮仙反派。與她對戲的還有侯明昊、譚松韻等演員。角色一出場，氣場就極強，淺色系仙裙，冷靜自持的神態，疏離而危險的眼神，讓歲夢仙君這個角色迅速成為觀眾討論的焦點。有人評價他情緒克制卻暗流洶湧，也有人說他演出了仙與魅之間的撕裂感。無論褒貶，有一點幾乎達成共識：古裝賽道依然是趙麗穎的舒適區。但鏡頭一關，她立刻從冷面墮仙切換成大家熟悉的趙姐。劇組裡早就流傳過她的日常：夏天拍外景，她會自己拎着奶茶桶，一杯一杯分給工作人員；冬天拍夜戲，她把暖手寶塞給新來的助理；下雨天拍戲，保鏢撐傘，她卻下意識把傘往對方那邊挪，寧願自己淋濕半邊肩膀。這次與小演員的合影，不過是她無數日常操作中的一個縮影。從橫店龍套到飛天獎，她的無架子從不是人設。趙麗穎的親和力，並不是成名之後才突然擁有的品質。早年在橫店跑龍套時，她演過連名字都沒有的宮女、丫鬟、小配角。那時候條件有限，她卻能對着鏡子反覆練習一個眼神，一個轉身，只為在幾秒鏡頭裡不出戲。有導演曾感慨，這個小姑娘明明不是主角，卻比很多主角還認真。雙引號。後來她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憑借風吹半夏，她讓觀眾看到現實題材中的力量感。在電影第20條中，她又用極度克制的表演，證明自己在大銀幕上的可塑性。連張藝謀都曾評價她能為了角色安靜的等，耐心的默。雙引號。這種較真同樣延續到了逍遙的拍攝中，儘管只是特別出演，她依然把歲夢仙君的人物脈絡拆解得清清楚楚。為什麼會捨棄長生？為什麼會在情感與信念中走向極端？
為什麼在算計主角時，眼底還殘留着一絲遲疑與痛楚？工作人員透露，他在片場經常對新人說的一句話是“別怕錯，多試幾次”。這一幕仿佛與當年那個在橫店反覆琢磨站位的小演員，隔着時間完成了一次重合。網友評論區清一色祝福，不是沒有原因。隨着這張合影被不斷轉發，評論區也迅速熱鬧起來，而且畫風異常統一。這笑容真的太舒服了，一點距離感都沒有，難怪小演員會記一輩子。雙引號，頂流不頂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真的把身邊的人當人看。雙引號，說實話，現在娛樂圈能做到這樣已經很難得了，恭喜趙麗穎一直保持初心。雙引號，看他跟小演員合影的狀態，就知道不是裝的，這種東西演不出來。雙引號，逍遙裡被他虐到，逍遙外又被他暖到，這反差誰懂？雙引號，還有不少網友直接送上祝福，希望趙麗穎以後多拍好作品，長紅但別累到自己。恭喜她用實力和人品走到今天，是真的配得上趙姐這個稱呼。雙引號，比起歲夢仙君，大家更愛那個會比耶的她。如今逍遙在央八播出熱度持續走高，趙麗穎的戲份不算最多，卻幾乎場場是名場面。但比起劇中那個冷冽、危險、讓人又愛又恨的歲夢仙君，觀眾似乎更偏愛劇外那個肯停下來合影、肯彎下身來配合小演員的趙麗穎。在一個連打招呼都可能被解讀成姿態的行業裡，她卻始終用最樸素的方式證明，真正的頂流不需要端着。或許正因為如此，大家才會說，能把頂流活成趙姐，才是真的厲害。一張合影背後，是娛樂圈最稀缺的安全感。很多人低估了這張合影的意義。在娛樂圈，小演員、群演，甚至剛入行的新人，最常見的處境不是被忽視，而是被禮貌性無視。不是刻意冷漠，而是默認存在的等級秩序。咖位不同，距離就該不同。所以，當一個小演員把與趙麗穎的合影珍藏多年，還在公開平台寫下人生最幸運的時刻時，這份情緒並非誇張，而是一種被認真對待後的真實反饋。這種安全感，並不是一句老師辛苦了就能換來的，而是來自對方是否願意停下腳步，是否願意用平視的目光交流。而趙麗穎恰恰是圈內少數始終保持這種姿態的頂流。她為什麼總能讓身邊的人放鬆下來？很多合作過趙麗穎的工作人員都提到一個細節，她幾乎不會在片場製造緊張感。不是沒有要求，而是不用壓迫的方式表達要求。她會直接說，這條我感覺還能更好，要不要再試一次？而不是不行，重來。雙引號，別小看這種差別。對新人演員來說，這意味着你不是被否定，而是被邀請一起完成作品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在逍遙劇組裡，不論是主演、配角，還是場務、服化組，對他的評價幾乎都集中在2個字：好相處。雙引號，在娛樂圈，這是一種極其難得的口碑。網友開始意識到，這不是人設，而是長期一致性。合影事件發酵後，很多網友開始自發考古趙麗穎過往的片場花絮、採訪與路透，結果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：她的狀態10幾年幾乎沒怎麼變。早年接受採訪時，她面對記者略顯拘謹，但回答問題始終直接。成名後再面對鏡頭，她更從容了，卻從未變得居高臨下。於是評論區裡開始出現大量後知後覺型留言，突然發現她不是現在才這樣，是一直都這樣。雙引號，難怪她紅了這麼多年，很少有負面人品新聞。雙引號，
有些明星是紅了以後才學會謙虛，他是從一開始就沒學會擺架子。雙引號，這種長期一致性，恰恰是最難偽裝的東西，因為人設可以演一陣子，但無法演10幾年。從被選擇到能選擇，他沒有變。娛樂圈裡最常見的一種變化是，當演員從被角色選擇變成能選擇角色，人也隨之改變。但趙麗穎似乎是少數例外。早期，她幾乎沒有選擇權，只能抓住每一個機會。中期，她開始被市場認可，卻仍然謹慎。如今，她已經站在頂流位置，卻依然保持着對工作的敬畏。拍《風吹半夏》時，她為了貼近角色，反覆揣摩年代感；拍電影時，她能長時間沉默，只為讓情緒自然堆積。拍《逍遙》這種特別出演，她依舊提前做足功課。這種狀態讓很多業內人私下評價她：她不是在消費流量，而是在維護職業尊嚴。雙引號，觀眾為什麼願意護着她？你會發現一個現象：當趙麗穎遇到爭議時，往往會有大量路人觀眾站出來替她說話。這並不是因為她沒有缺點，而是因為大家能清楚地區分什麼是作品層面的討論，什麼是人格層面的攻擊。很多網友的態度非常一致：你可以不喜歡她的某個角色，但別否認她的努力。雙引號，她不完美，但她從沒敷衍過觀眾。雙引號，至少她賺的每一分流量都是靠作品換來的。雙引號，這種觀眾緣並不是營銷出來的，而是長期積累的信任感。合影事件之後，祝福成了主旋律。隨着話題持續發酵，評論區逐漸從驚喜轉向祝福。不少網友開始把這張合影當成一種象徵，象徵着一個演員在行業裡站穩腳跟後，沒有忘記來時的路。希望以後有更多新人能遇到這樣的前輩。雙引號，他已經不需要證明自己了，只希望他拍戲開心，身體健康。雙引號，從不炒人設，卻成了最真實的榜樣。雙引號，甚至還有觀眾調侃，娛樂圈的頂流標準是不是該重新定義一下了？雙引號，結語，比角色更動人的是他的常態。逍遙裡的歲夢仙君終究只是一個角色，戲終了，人物會被寫進劇情總結，被觀眾評價、解讀，甚至遺忘。但劇外那個會自然比耶，會認真合影，會讓小演員記住一輩子的趙麗穎，卻在無形中留下了更長久的影響。在這個高度包裝、快速更替的行業裡，它的存在像一種提醒：真正的頂流不是站得多高，而是站得久；真正的厲害不是讓人仰望，而是讓人安心。也許正因如此，當大家談起她時，越來越少用女明星這樣的標籤，而是更自然地叫她一句趙姐。